今天我们用的这个毛笔还是以中楷和小楷为主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一种小楷就是点景啊，画小桥啊，什么点景之类的，用到这个。主要呢还是以中楷为主啊，这种中楷一点，就是说大概北风就是2公分半到3公分的啊。我今天画一幅就是小清丽的山水，还是以先调墨啊。大家记住啊，一定要记住调墨的这个顺序：清水、调大墨，然后北尖的部分啊干大墨。这个我一再强调这个调墨这个顺序，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开始下笔还是用那个由左下角开始，这是画面离我们最近的部分，比较近的部分啊，离我们比较近的这部分，我们先从左下角这个开始，由上而下。还是鹿角枝，一笔两笔，一笔两笔出个枝，这就是一棵树就出来了。还是先画前面的树，再画后面的。这就是一棵树。然后呢，我们再画后面的第2棵，也是一笔两笔三笔。这就可以处理出来一棵树。我们注意树这个前后的这关系。前面的树就是稍微矮一些，后边的树前面再高一些，我们有一个这个变化。注意这树啊，我们不要画成圆的啊，和扇子一样，不要那么圆的啊，我们要参差不齐的画的。有突出的部分，有凹进去的部分。这就是第2棵树啊，然后第3棵，这2棵树是向左，我们第3棵树呢，让它向右分开。分开了。
这是下面这一组小数，就交代清楚了。那么我们再画后边再一组，这是第二组的数。这第二组的数也是1比、2比、3比，哎，就出来了，很简单，很简单。这上面的这一组，这下面一组。我们要怎么区分前后的层次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就是说前后数的这个间距之间，我们可以加一些墨，或加一些小小的树枝，让它前后呢有一个对比，明暗的对比，黑白的对比。然后我们加这个墨的时候呢，加这个树与树中间的位置啊。大家看一下啊，加树这个前后，前面第一棵树和第二棵树中间的位置，把前面的树衬托出来。这样衬托它出来。这也可以加一些这个树的这个暗影，把前面树用这个干笔，可以这个毛笔可以干一些啊，可以干一些，加在树与树中间的位置。我们用后面的树啊衬托前面的树。这是后边的树，要把第一棵树呢用后边树把它拖出来。可以呢，把这个中间这棵树呢，把它放到，放到中间，让它两边的树都暗。这样的树，看就出来了。这树前面的树，越来就是离我们越近。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点的时候啊，我们注意这个笔锋的位置啊，不是聚的，是散的啊。这一组，这是第一棵树、第二棵、第三棵，我们交代清楚了啊。
下面呢，我们要加后边的树啊。因为这个后边树是在前面这一组的后边，我们也要加它这个树根的部分啊，就是说树下边的部分，把上面这个光的部分要留出来。要把它留出来。我们留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这个树头部分不要说那么整齐啊。大家看一下，我留的时候那个位置，它是不规则的啊，是不规则的。这就是这一组树。然后我们再画这个后边的一组啊，中景的，我们画中景的树啊，它是清水调大墨，要不在这个尾尖的部分啊，我们加一些重墨，再调一下啊，调一下。我们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呢，就是蘸了墨以后，一定要在这个调色盘里稍微的调一下。那么这是一组树，我们再在这个中间的位置，我们再加一组小叶子的树丛。还是以鹿角枝为主啊，来看一下啊，一笔两笔就交代一下就可以了。还是按我们前面的这个左下角的这一组树这个处理方法啊，先画前面的这一棵。然后后面的第二颗，以此类推啊，这样画。煎好的一只毛笔啊。对，煎好的，煎好的中楷。对。这就是中景的一部分啊，中景的一部分树丛。相对来说呢，要比这个前面的这一组墨色呢稍微淡一些。刚才老师也给大家讲了，我们画树木呢，其实就像画鹿角一样，它也叫鹿角枝。你看我们现在老师画这一个树，是不是它就长得像鹿角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有朋友说呀，我不知道出枝怎么出枝，你可以观察观察我们的那个鹿的它的那个角啊，鹿角是什么形状，跟老师现在画的枝它是很相似的。大家画的时候不要
记住，也是同样的啊，有疏密关系，有它的取值变化，包括它的这些大小的结构变化都要有，不要画的这个平衡了，就跟我们画花头一样，你看咱们左边右边花瓣画的平衡就不好看，那枝干也是一样的，你要左右它有多少的一个变化啊，这样画出来咱们这个树丛它才显得丰富多彩啊，是不是挺像鹿角的？对，就像一个一个的鹿角，然后组合在一起，咱们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树冠树头了啊。我们画完了这个树枝的部分，然后还要会这个前面的一样，我们要这个加一下树根的部分啊，就是说暗的部分，我们要加深一下，还是用后边的这棵树，我们加在它树与树中间的位置啊，把前面的树呢拖出来，就是说黑白对比一下。大家看一下啊，就是黑白对比一下。大家看一下，一定要注意这个树与树中间的距离，这个受光就是光线的部分啊，不要圆，一定要有个变化啊。然后处理后面的这一组，我们也是画了这个树与树中间这个部分啊。这样呢，看我们再画第三棵树，第三棵树呢拖前面的这一棵树，自然而然的这个树的关系我们就交代的特别清楚了。特别清楚了。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前面这棵树完整的树就出来了，都是用后面的树呢去衬托前面的。然后呢，用最后边的这一组，再次从拖前面第二棵树，这样加到它树与树中间的位置啊。大家不要乱啊，不要加乱了，就加第一棵树，就是第一棵树和第二棵树中间的位置，这是第三棵树呢是第二棵树和第三棵树中间的位置。这样我们上色的时候呢，就是说，树暗的部分呢，颜色就自然就暗下去了，然后亮的部分呢，它会更亮。这是后面的，这就是后面的又一组树。老师现在画了3层树啊，朋友们，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你看都是亮暗亮暗亮暗这样去变化，我们就把一层一层推进出来了啊。大家画的时候层次感不要乱，但是你不要排列的整齐，你排列整齐了，它就是1、2、3成3排了就不好看，对不对？就像人工种植的了就不漂亮了。它呢是自然的，它有一个错落，有一个错落的变化，所以它有一个高低的一个变化起伏啊。大家要画的时候要把它那种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要给它表现出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光的部分啊，看都是参差不齐的。
可以画一些石头了，就是说左下角我们这一块儿吧，我们要留一个那个小路的部分啊。我们现在要勾点景的东西的话，画小桥、小路，就是说穿过这个，给这个2棵树中间穿过去。老师现在画了一支笔，画了一支小狼毫毛笔，朋友们。我们点景的时候啊，就用小楷的。勾线的也可以啊，勾线的笔啊都可以用。然后在树的后面，你可以，1道、2道，这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代表树下面的小路，一层一层的小台阶，这山里边的小台阶，我们要藏起来。然后呢，我们在这一组树和这组树中间，我们要画一个小桥，就是山里边的小板桥啊。咱画房屋建筑的时候呢，就是注意它的一个这个透视关系啊，近大远小，对不对？看老师怎么画啊，朋友们，注意一下。一会儿老师画完以后，再给大家去解释我们这个桥它的一个透视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先画啊，我们先画桥的立柱部分，先把桥立起来，然后呢，再画桥板。可以随意一些啊，可以随意一些，铺上桥板，我们的桥呢就能走。铺上桥面上的一些桥板。然后呢，我们再画后面的，就桥后面的立柱，我们这样这个桥就修好了。先画面对着我们的这个近的这边的这个立柱啊。对。画完以后再画桥面。画完桥面以后呢，你再去画它的挡着的那边的这个支撑桥的这个桥柱子啊，不要画乱了。你看有的朋友就是画桥的时候，画完以后他就扯焦了，为啥呀？就是没有注意它的前后关系。所以大家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桥的前后关系啊。然后呢，桥完了。下边我们要勾一下，把这桥支起来，支一下，这桥呢更结实了，对吧？我们的桥也更结实了。下边呢，画完了桥，我们可以把点景的东西处理的。下面画石头啊，现在用那个中楷啊，换一个大一点的毛笔了啊。我们要画石头，来看一下啊。条目，石头也是啊，大家注意啊，石头也是从左，左上。右
左、右，哎，这个石头，这就是个结构就出来了。再画后面的一个面儿。看大家看石头啊，这是一个面儿，这是左面的，右面的是后面一个面。然后呢，我们可以加一些小的结构啊，小结构，然后后边一个大的结构。完了，这上面可以出一个高一点的。高一点的石头。这是高一点的，看石头处理这么2笔就出来了，这个石头的立体感就出来了。我们在这个原有的勾了，我们要稍微的寸一下啊，因为我们要画的是小青绿，就是不用加那么多的墨。墨少一些啊。可以画这个水里边的石头啊，加一些小的碎石，点缀一下，这样那个画面会丰富一些。然后呢，这个近处呢这一块比较空呢，我们就可以再补大一点的一块石头。看一下啊，我们再补比较大的一块。这个起什么作用呢？就是为了把前面的这一组树，我们去衬托出来。把前面这一组树，我们用后边这个大石头啊，把它衬托出来。这样呢，我们上色的时候呢，石头啊是深的颜色，然后树呢是特别亮的颜色。对，小桥流水，小桥流水人。今天不知道老师画不画人家，是不是？对对。注意看啊，我画石头时啊，一直中锋侧锋，一直在中锋侧锋在变化。那中锋呢，就是把毛笔竖起来啊，对，竖起来立着用笔是中锋啊。画石头的时候用侧锋呢，能把石头这个质感、苍老的感觉能画出来。这样呢，石头就把这个前面这一株树就能衬托出来了。这就是前面的石头。下面呢，我们要把这个平台。因为我们画的是一个以小桥流水为主的，所以呢后边还要有这个上面这一部分我们处理的一种平台。对，刚才画的也是石头啊。如果后续咱们看老师构图需要画小船的话，老师还会给大家去画小船的啊。大家喜欢小船，咱们老师一会儿看看，也可以给大家一会儿用一张其他的纸给大家去画一下，讲讲咱们船的结构啊。
大家看一下啊，我现在画的这个平台，这是啊，侧锋过来，一笔过来了，然后呢再交代一下，这又是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小桥呢留出来。好，这就是后面的平台。哎，这样你看，咱们就有了它的一个前后关系，是不是？这个桥的这部分就更丰满了，前面有石头，然后中景是一个小桥，然后小桥的后面又有一个山石的一个结构出现，咱们画面的层次感就出来了啊。山水画我们画的时候层层递进，咱们山水画的一般都是啊三元法，是不是？啊，三元法是什么法呀？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啊，有些朋友对我们的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的技法、画理的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对，嗯，三元就是哎就是高远、深远、平远。对，对，这三元法。嗯，现在我们画的这种就是说，算平远法的一种。好，就是再加一些，啊，这再加一个结构。看老师画石头非常轻松，是不是朋友们？其实昨天老师也给大家去做了分解啊，十分三面，画一个石头的咱们的结构其实是很简单的啊，只要大家用心学，都能画出来非常这个结构非常漂亮的这个山石。
可以在这个上面那个平台的位置，我们可以画一些小房子啊，大家看一下啊，画一下小房子，用这个看啊勾线的啊，用勾线的毛笔，来看一下啊，调墨。记着啊，画这个点景的时候啊，不要用特别重的墨，一定要用稍微淡一点的啊，不要用很重的啊。哎，你看啊，大家看一下啊，调的墨就这种啊，就这种墨就可以了，不要特别重啊，这种墨就可以。简单的勾2个小房子。我们要藏呢，把它藏到树的后边，因为这个中国画讲究什么有藏有录。老师介绍一下用笔。可以用笔。老师现在用的这个是个小狼毫啊，咱们现在画山石，基本上刚才老师也讲了，用中锋和侧锋比较多啊。大家注意看老师的用笔，有些朋友说什么叫中锋？中锋就是你看老师画一些细线条的时候是立起来的毛笔，立起来用笔的时候它是中锋。那我们画一些粗一点的线条，我们要表现出来它这个皴擦的它的山石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侧锋了。侧锋呢就画出来它的线条宽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干笔啊，我们可以看到你画的时候有一些飞白，也就是在我们山水画里面的皴法啊，它就是用侧锋来表现的。现在老师画的小房子结构，你看都是用中锋，因为我们要表现的它这个线条要细一点啊。咱们昨天也给大家讲过，点染、皴擦、勾，是不是老师？对。点染、皴擦、勾，一会儿老师再用一张纸给大家去单独的讲一讲，什么叫点，什么叫染，什么叫皴，什么叫擦，什么叫勾，好不好？可以。等一下，我们单独的讲一下勾、皴、擦、染、点啊，这4个部分。对，精彩，别着急。老师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讲课呢，就是老师画一张完整的作品，在绘画的过程中呢，穿插一些基础知识，给大家去讲分解的一些内容啊。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有些朋友如果咱们单独的光去讲基础的东西，它不成画，有些朋友可能说，哎，这个是用在哪儿呢？不太知道。咱们所有的老师在课程里呢，就是画一个完整的作品，然后中间给大家去穿插讲一些基础的一些技法。看我们这一组，点景的房子画出来了。看我们用的一直就是中锋的啊，一直用中锋在勾。因为画这个点景的东西的时候啊，都是用这个小楷的，我们用不到侧锋，一般都是中锋。这样画出这个建筑啊，特别就是结实，给人感觉这个建筑特别结实，虽然小。虽然线条特别细，但是给人发的是结实的。我们后边可以轻轻的补一些树，房前房后都是树。对，山水画嘛，就是我们就是一般说起来画山水是可观可游啊，咱们就是画面呈现出来的感觉呢，让人看了以后要心旷神怡，心生向往，是不是？你看老师给咱们现在一个小房子处理的这个场景就特别好，它在一个缓坡上，然后前面呢是有水，然后呢估计后边还有山，背后有山，背靠山，然后前面有水，然后还有一个小桥，然后前后村前村后都种了很多的这个郁郁葱葱的树木，就是咱们中国画讲嘛，就是可观可游，还有啥来着？可观可游还有啥来着？我记着，所以咱们的画面呢，整体呢就呈现出来呢，它就是这种观赏性是非常好的。你想我们古人他没有照相机，是不是？他看到很多的美景的时候，不像咱们现在，咱们拿个手机咔咔咔就记录下来了。古人看到一些美好的场景的时候，他也想去记录下来，他怎么办？他就用画画来表现啊。那画画的开始呢，它是一个很写实的，因为它是属于一种记录的计时的方法。
那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我们更多的，我们现在，尤其是到我们近现代以后，我们的大写意盛行的时候啊，不管是山水画还是花鸟画，大写意盛行的时候，人们更多的就是体现自己的心绪表达了。你像我们很熟悉的八大山人啊，我们石涛啊，就从八大开始吧。包括我们的这个扬州八怪也同样的，金融他们、郑板桥他们都是同样的啊，都是一样。他们后面到大写意的时候，更多的就是抒发自己的情怀了。但是在我们宋元以前，我们的山水画也好，我们的花鸟画也好，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记录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我们的汉字其实也是从画开始的。汉字是什么？也是为了记录，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啊。都一样，其实老师经常给咱们讲，就说是我们是书画同源，因为确实是我们的绘画，我们的汉字其实是从画面中去演变过来的。那我们现在其实虽然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笔头去记录一些现实的山水，记录一些现实的场景了，但是绘画它作为一门艺术，它还是就是一直存活下来。并且呢，随着我们几千年，我们中国咱们这些文人他们的一些智慧的结晶，咱们也形成了很多的风格啊。你看我们这个经常说这个百家争鸣，我们的绘画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不一样，是不是？有人喜欢大写意，有人喜欢小写意，有人喜欢四王的，是不是？那有人可能就喜欢是像刚才我说像石涛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也是，我们其实绘画它有很多。就是每一个画家，成熟的画家，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绘画风格，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还是要从哪学起啊？从我们正统的用笔的方法，从我们的一些术法呀、识法呀，从我们的一些基础结构开始学起啊。那么把我们的一些结构都给大家拆解的轻松一点。你看石头也很简单，几笔我们就能画出来它的三面的一个形象。包括我们的这个树木也是啊，树木呢，你看我们用几笔，我们把它的形态结构也是同样可以表达出来的。下面我们画这个房子后面的山，一组山。我们这个山水画就是有山有水。现在老师用到的就是侧锋比较多啊，朋友们。这座山看着好高啊，确实挺高的，跟房子比起来是不是？很高。侧锋用笔的时候呢，我们的蘸的墨呢要干一点啊，这样我们在皴擦中它有一些自然的一些干笔啊，就是自然的一些干笔出现，表现我们的这个石头的结构更加的这个漂亮，丰富一些。对，更丰富一些。对，更丰富一些。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几笔这个山就出来了，很简单啊。还同样的啊，上实下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上实下虚。对。大姐真漂亮。其实你看老师画起来是不是一个山石结构也挺简单的？就是无非是皴擦点染勾，对不对？对。我们强调了这个调墨的，就是墨的方法和线条的方法，只要掌握了，很简单。我们可以谁都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同学们都可以画。都能完成一幅作品。对，你看我们精彩同学也总结了啊，上实下虚，朋友们要把这个也可以打一下，这样我们在自己画的时候有助于增加记忆，画的时候不至于画错。那有的朋友画的时候就不注意啊，画着画着就去蘸笔，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画出来那个山的结构呢就是太实了，没有虚实变化，画出来它就不好看啊。上实下虚啊。没错，风雅说的特别对，咱们侧锋就是来表现它的枯笔，表现它的皴擦的结构的。我们山水画里面用侧锋用的更多一些，咱们经常讲到的很多这个皴法，它很多都是侧锋。
这是一组，我们在这个出了一部分，这是出一部分一座远山，这是近处的山，远处。这个我们画的时候啊，就是画山石的时候啊，这个注意它这个用笔的时候啊，调好墨。我们画的时候，它自然而然的这个笔锋嘛就散开了。散开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自然的散，去随着这个你石头的结构去变化。
我们这个小桥的这个有的要在水里边，哎，把它栽到水里边；有的呢，把它放到石头上面。然后呢，我们可以画下面这个右边这一部分呢，空白呢，我们留的是水，流水，就是说，我们山涧离我们近的部分啊，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处理成水，就是说流动的水，看怎么画啊？大家注意一下，流动的水，也是先画水里面的石头，我们要处理这石头，处理水的流向，水的层次，洪水是一层一层的流下来，我们要交代清楚啊。怎么交代呢？就用石头把它的这个水的叠层这么去处理出来。留白的部分呢，我们就是水。哎，这就是水，这样呢，给人感觉啊，就是下边瀑布，远处的瀑布流下来，哎，绕过我们的住的地方，哎，再流过来，给房子前面的水流过来。这样呢，一画这石头，我们水自然而然的感觉出来了，就是一层一层。
我们要画小青绿的时候啊，就是说就是勾完木杆以后，稍微的加一点，不要加的太多啊，因为我们这个小青绿是颜色上的比较多的。我们前2节课有水墨的，就是说上这个墨上的比较足，它就是说表现水墨的上的比较足。这一幅作品我们是为了画小青绿，所以墨呢稍微淡一点，就是不要加那么多。大家看一下我画前面的水啊，用笔要干一点，稍微干一点啊。然后把水，我们这个画水的时候啊，尤其画近处的水，要有它流动的感觉的话，我们可以画的时候啊，这个毛笔啊，可以抖一点，哎，可以抖一点，这样出来的水啊，就是一看就好像浪花似的啊，一层一层的，哎，大家看，这就是水纹啊，水纹留下来，一层一层的啊，这一层层处理的由远及近，远处的水呢，稍微墨色稍微淡一点啊。这只是这个水墨的一种效果啊，我们要上颜色出来了更漂亮啊。我们墨稿只要处理好了，上颜色出来了更漂亮。看，大家一看啊，这种水流动的感觉就出来了。看水，这个毛笔啊，看我们要画这个近处水的时候啊，这个北风让它扁一点，把那个毛笔的笔尖的部分啊，哎，把它压扁一些，可以在手上啊，或者在这个盘子上，调色盘子上把它压一下，压成扁的，然后画的时候啊，手稍微抖一点，哎，这样出来的水啊，就有动感了。稍微看，在这个山石的暗的部分啊，就是暗的部分，我们就与结构之间暗的部分，稍微加一点淡墨就可以了，不要加太多啊。我们今天画的因为是小青绿，不要加太多的墨，一点点就可以。好。可以了。下边这个
这个水面呢，我们可以勾一下，或者是用这个散锋啊，大家看一下啊，淡墨，把这个毛笔啊，在我们调色盘内摁一下，啊，大家看一下啊，这种笔锋啊就散开了。然后呢，这个勾水纹儿，这是水面儿，这种水纹，流动的水纹。因为我们画的是山间的小溪之类的，不用画太多的，哎，勾几个，代表一下水纹就可以了。因为我画的不是大江大河，那个浪花那么多，没有浪花，哎，就是小水纹就可以了。对。继续讲。对，我们那个现在上这个颜色啊，就是说也是先调这个藤黄、花青，用了藤黄和花青。亮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藤黄稍微多一些，暗的部分呢，我们花青多一些。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说这是受光的部分比较亮，这个暗处的那个颜色呢稍微绿一些，让它有个过渡啊，有个颜色有个过渡。啊，这就是一组数啊。后来数呢也是这么处理啊。哎，亮的部分我们加一下藤黄。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藤黄，看到吗？藤黄、花青，这是花青，这是藤黄。我们画亮的部分呢，稍微藤黄稍微多一些啊，这是亮的部分。我们暗的部分呢，就是花青稍微多一些。这样它有个自然的过渡。这是，哎，看，给人感觉啊，这就是光照到的部分是亮的，然后光线照部分呢就是暗一些。如果感觉这个亮的部分不是很亮的话，我们再加一些黄的。稍微加一些黄的。啊，我们加这个暗的部分啊，我们亮的部分处理完了，
我们可以加暗的部分，暗的部分呢画青，可以加一些。如果感觉这种绿色不是很沉稳，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加一些墨色在里边，把它调成什么？就是墨青色啊，花青加墨啊。这颜色大家看一下，这种色调啊，就是说稍微发一点暗的青色。还得加到这个树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啊，看到吗？就是光线照不到，颜色比较深，比较深。这是前面一组树，我们先处理成这样啊。现在我们处理一个石头啊，后边的石头。因为前面的颜色是亮的，我们后边石头一定要暗下去。用花青，还是用花青，加一点淡墨啊，稍微加一点淡墨。好，淡墨，让它颜色稍微暗一点。这是后边的石头啊。大家看一下，这就把前面的这个树就拖出来了，颜色明暗的对比就出来了，一定要强烈一点，就是对比强烈一点。看这样，前面的树就是拖出来了，后边石头也出来了。树丛的部分，我们可以花青墨。稍微加一点绿色的，来看一下啊，注意啊，水分大一点啊，不要特别干，不要太干了颜色啊，一定要水分足足的，因为我们树嘛就是绿色的树。水分比较充足的，我们画的因为是夏天的，主要画的是这个小青绿的，春天、夏天表现这两个景色的，所以水分要大一点。这是前面的树，这一组树，我们上颜色基本上就处理好了。我们再处理一下这个树下边的小路和这个小桥，我们用赭石。可以加一点珠标啊，赭石可以加一点珠标，调一下，然后加一点淡墨，浮勾啊，浮勾一下小路，就是说树下边我们要穿过这个小树林。上桥，这样上了桥，我们过了小河，就到家了。这小桥要浮勾啊，不要上的太重。就赭石要淡淡的上一点就可以了，不要太重啊。
然后呢，我们处理后边的树啊，还是用这个啊，我们刚才的藤黄、花青，藤黄稍微多一些啊，让它发一点黄，比较亮一些啊。还是上了，看了我们刚才画树画木杆的时候啊，我们自然的留白，暗的部分留白的部分啊，留白为什么呢？我就为了上这个亮的颜色，让它透。这样唱出来的颜色更透，层次感更明显，对吧？你看这个一组一组一组的树，我们教的特别清楚啊。要在这个亮的部分啊，我们刚才留白的部分，我们藤黄稍微多一些啊，稍微多一些，不要太黄啊，不要太黄。稍微发一点黄，就是花青，就是藤黄加花青，调这种嫩绿啊。稍微发一点黄的颜色，然后呢，还是用藤黄加花青，花青多一些啊，花青多一些。染到，就我们点刚才点那个墨的部分，暗的部分啊，我们点到这个部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树亮的部分、暗的部分结构特别明显了就。特别明显了，大家一看啊，这是一看光线照过来，哎，这是亮的，这是暗的。因为你把墨稿这个处理好了，上颜色很简单。然后呢，我们和前面的这一棵树一样啊，一样要加花青，加点藤黄，加点花青，然后稍微加一点淡墨啊，因为我们要这个染这个树的最暗的部分。哎，我们染还是这个和前面的这一组树一样啊，我们加到这个树暗的部分，让它的这个结构呢更明显，层次呢更丰富。看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一层层的树，哎，就丰富起来了。这就是树。这个绿色的里面，我们可以加一点红的。
注意，我们上小青绿的时候啊，一定要打底色，一定要打底色。铺什么？就是说铺赭石、花青、草绿，铺这3种颜色。我们要打底色，一定要颜色要上薄啊，不要上的太厚啊，注意，一定要上薄薄的上一层，要一遍一遍的上。对，这是下面我们要染这个云。老师，刚才朋友们没听到，赭石、花青、绿色都染在哪里？把刚才的染色再给大家讲一下。对，赭石啊，大家看一下啊，赭石，我们要画山石的话啊，赭石就是石头下面的部分啊，下半部分，就是看到吗？我染的石头都是下半的部分，都是赭石。然后亮的部分，因为我们要上三绿呀、三青啊，我们上面可以上一些草绿色。花青呢？我们花青也可以如果要让三青的话，要用花青打底。我们这个幅画啊，用这个绿的比较多，用蓝的用的比较少。看啊，我们赭石，看啊，我再做一下示范啊，上到山根的部分啊，就是山根裸露的部分啊，我们要上赭石。看啊，大家再看一下啊，就是山根的部分，我们上点赭石。然后呢，我们要上绿色的部分呢，上点草绿，就是藤黄加花青。大家记住啊，不要太厚颜色啊，一定要薄薄的上。上到这个部分。就可以了。好，我们要染云的话，我们昨天的课讲了染云。把云的部分先打湿。叫湿染，这叫湿染法。云，看我们这要是云的部分啊，我们要处理云的部分，一定要打湿，这样呢，我们染云的时候比较好处理。水的部分啊，水的部分我们也可以打湿，因为这个水的部分呢也要晕染一下。好，下边我们染云。染云呢，主要以花青和墨啊，花青，这是花青，调淡墨，加一点淡墨，这个墨青色啊，大家看一下，这是墨青色。
匀啊，来看一下染匀。染匀，让它染到山，就是山根的部分啊，这样一点点的染。看后边都是云，我们后边出来的都是云。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用笔啊，看我们笔都是扁的啊，笔锋都是扁的。要虚入，哎，就是说枣，就是说用这个笔锋的部分啊，轻轻的枣，让它云虚出来，就感觉云是轻的啊，轻飘飘的。轻飘飘的，远处呢颜色越来越淡啊，不要重了。就是说在颜色里边一边染一边加清水，自然而然它的颜色就淡了啊，云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我们主要以花青为主，不用加特别多的颜色啊，用花青。
花青藤黄啊，就这2种颜色，花青藤黄。这个颜色啊，就是说稍微加了一点点头绿，就是花青藤黄，哎，加了点头绿，它发一点青的颜色啊。太便宜了。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啊，还是从最前面的部分，更前面的部分啊，往后上，一边上一边加清水啊，这颜色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教这么多东西弄优惠，连着色都讲了。啊，我们远山啊，一点点的颜色就特别淡的一种颜色啊，不要重，哎，特别淡。这个色是？不是啊，我们这个现在调的这个花青藤黄加一点头绿的，是上到了山的亮的部分。因为我把它这个提亮一些，就是加它亮的部分。我们暗的部分呢，就用花青加墨就可以了。哎，这就是基本上这个主山啊、远山就这种色调就出来了。大家看一下，就是花青、藤黄，哎，一点点的头绿啊。看啊，这头绿一点点头绿就可以，让它发一点青绿色，偏一点青绿的颜色。我们近处的山呢，一定要种下去啊。刚才我们上的这个赭石和草绿的部分啊，我们要上面再覆盖一层。哎，这种大家看啊，就是头青，这是头绿啊，头绿花青，一点点的藤黄啊，一点藤黄。我们上到前面的部分啊，把颜色让它压下去。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一遍这个草绿的颜色啊，我们上第2遍的时候，它颜色会更厚重一些。好，这样的颜色看来就不像那么跳了啊。然后呢，我们要统一一下，就是说用主色调，我们这个是以绿色为主的啊，我们要统一一下色调，还是用这个花青、藤黄，一点点的头绿，调成那种稍微发一点这个青绿色啊，同染一遍啊。从最前面的石头，到中间的部分啊，中间的部分，远山的部分，我们通染一遍啊，用特别淡的颜色通染一遍。
让颜色统一一些。然后画水啊，我们要染水，水呢也是用花青。有朋友问说是底色干着染的还是湿着染？如果是这个要画的话啊，我们现在是讲课，比较快一些啊，就是说我没有等它干就染了。我们要画的时候，可以等第一遍颜色干的时候，我们再加第二遍颜色。染水加水的时候，我们染水的时候啊，也是把毛笔啊，看了，做成扁的啊，染一下。你刚才这个用淡墨勾的部分，我们加到这个部分啊，加到这个部分。不要重啊，大家记住，一定上颜色不要太重啊，要淡一点的颜色。我们可以干了以后不够了，我们再加。我们就说为什么上的淡了，就是上完了一遍淡的颜色，一看不够，我们再加一遍，不够了再加一遍，这样可以调整。这水面的这个水纹、水波纹，我们轻轻的浮勾一下，浮勾一下就可以了。浮勾一下。我们加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不能乱啊，要刚才这个淡墨勾水的部分，我们再用花青加淡墨，轻轻的浮勾一下，留出上面水，就是溅出水那个水纹啊、浪花啊，要流出来，流出白来。我们水口的部分啊，也是用淡墨、花青处理一下啊，稍微处理一下花青、淡墨、花青。染那个水口的部分啊，因为水口你看现在水口并不是很白，我们要拖它，就是用颜色重一点的颜色拖一下，这个水口就出来了。我们远处的这个远山，这个可以重一点，只是阳光照不到地方啊，我们稍微重一点颜色，就发一点暗的颜色啊，这花青稍微多一些。可以加一些，我们这个染匀的时候啊，近处的匀呢，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它会这个后边的匀就能在层次上就能有区别。
啊，抓紧去抢拍一下。老师马上这一幅就快画完了，就可以了。是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小桥啊，小桥的画法啊，先立柱，就是桥子的立柱部分，我们先要勾出来。啊，用笔一定要中锋啊，中锋用笔。哎，立柱部分勾出来，然后呢，哎，下边我们铺的桥板，哎，画出来，这桥板，哎，桥板，然后呢，在上面再铺这个。木头啊，一层的小的结构，我们处理一下啊，看啊，处理一下，然后啊，再画这个后边的立柱。这两个是一组，我们记住啊，这两个是一组。然后呢，这是这个桥最高的部分，这两个是一组。哎，这小桥的画法啊。然后呢，立柱完了，铺上这个桥板，下面呢要支撑的横梁的部分啊。这是横梁的部分，这样的画出来桥更结实啊。完了以后啊，可以勾个栏杆儿，就是比如吧，这是就是远处的啊，这是近处的一个栏杆儿，我们画一个栏杆儿过来，上来，哎，这样，这过桥我们扶的啊，扶的栏杆儿可以用这个，不用双钩，单线就可以。这是一种桥，就是说小溪啊，小溪的桥。还有一种桥是这个啊，直接就是桥面，是桥面，我们直接呢用单钩的啊，单钩的就可以。哎，这是比较远的啊，我们要画比较远的桥，可以用这种，不用画的那么详细啊，就是几笔就可以了。